怎么？见到我，有这么惊讶吗？你，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好久不见，大福晋还是如此花容月貌，真是让人羡慕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放开他！大汗，你是何人？贝勒爷的身体，看来可比坊间的传闻好多了。爷爷取下江山，可还记得我这个故人？东哥，真的是我的东哥了！大汗，他不是东哥，他是刺客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还没死呢，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！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进来！是。东哥，你是来带我走的吗？你终于敢来见我了。你说去哪儿？我跟你走。你的仇都替你报了。劫塞我杀了，我不光杀了劫塞，还有白银大理，我还灭了叶赫，所有因你而起的一切我都解决了。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你清醒一点！你究竟是何人？胆敢在大汗面前装神弄鬼！我告诉你，大汗病糊涂了，我还分得清。我还没糊涂，我没有糊涂。东哥，你就是东哥。大汗，就算你容颜变了，就算我老糊涂了，你还是我最爱的东哥。你说什么？你最爱的女人？努尔哈赤，我陪了你一辈子，我守了你一辈子，为你生了3个孩子，到头来你却说她是你最爱的女人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我就是那个女人的替代品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从我入府的第一天起就知道，我得到的所有恩宠，不过都是因为一个东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敬他、爱他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对他念念不忘？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？你都够了没有？大汗，你怎么了？大汗，东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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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哥，你还在，真好。望大汗保重身体。今日所发生的一切，就当做是一场梦吧。这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你还活着，你没死，你一直在躲着我，真的是你。大汗，我们之间的约定早已完成。我是生是死，对你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。
你的生死对我不重要。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忍心能说出口？从始至终，你的心里都只有天下。区区一个东哥，怎能跟你心中的宏图大志相提并论呢？东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问，你爱不爱我？这辈子你有没有爱过我？不爱。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果然是东哥，我的东哥。贝勒爷问完了吗？我可否也问爷一个问题？我就是捍卫之争嘛，不管我传给谁都跟你没关系。可你别忘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约定没有完成。我这辈子若是得不到你，我就是死也得拉着你去陪葬。宣大金国韩玉旨。凭什么？当初萨满预言，扬言说我可兴天下，可亡天下，谗言祸四国，诅咒我命不长久。我东哥像棋子一样被你送来送去，你可在乎过我的感受？如今我就算苟活于世，又与你何干？这条命不再是你的了，不再是了。这才是我的东哥，东哥。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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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四贝勒，你从何而来？奴才从清河归来。那你可曾见过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四贝勒，大汗走了。什么？可是确切消息，前几日你不还担心说大汗恢复的不错吗？就在刚才，大汗一时情绪激动，他没有挺住。都已经要到太子河了，大汗他终究是……不可能！蛤蟆，蛤蟆！
韩阿玛他戎马一生，提亲身家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这么早便离去了？我不相信，逝者如斯，我不相信。王阿玛节哀顺变。韩阿玛，韩阿玛。阿玛，阿玛，多多，你韩阿玛已经走了。额念骗人，阿玛是不会走的。额念没有骗你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和哥哥一样，学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我不要成为男子汉，我要韩阿玛回来，我要韩阿玛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额念。四贝勒怎么来了？大福晋节哀，也请四贝勒节哀。大汗他走得太急了，前几日还好好的，那天下午突然就走了。大福晋保重啊！近日可曾有人往清河找过韩阿玛？孙代格格曾来拜访过大汗，不过很快就离开了。孙代格格，除了孙代，再无他人吗？没有。四贝勒何出此言？没事。那你可知孙代格格去往何处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四贝勒找孙代格格有何要事吗？无他，只是想确认一下当时的情况而已。还有一样，孙代格格乃韩阿玛的养女，身份尊贵，还望大福晋行事之前多加思量。多加思量？哼，是吗？为何我此前从未听说四贝勒与孙代格格交情如此之好啊？我只是怕大福晋忧伤过度，做出一些无法收场的事儿来，所以提前给你提个醒。我就不打扰大福晋休息了，告辞。慢着，四贝勒是不相信我所言吗？
若非亲眼所见，我怕是任何事情都无法相信。更何况韩阿玛走得突然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认为是我害死了你韩阿玛？谅你也没这个胆子。你。快走！放开我！快走！放开！老实点！快点！放开我！进去！进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们凭什么管我？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大福晋，放我出去！你们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管我？这个声音真是熟悉呀，东哥姐姐。阿巴亥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一开始我始终无法相信你还活着，可现在我算是彻底看清了，你就是那如假包换的东哥，错不了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阿巴亥自从嫁到这建州，对建州、对大汗可谓是尽心尽力。可到头来，我却还是成了你不喜亚马拉的替代品。凭什么？纵然你是那糊涂萨满预言、可兴天下、可亡天下的绝世人物，但这口气，你叫我如何咽得下？可兴天下的绝世人物，真是可笑。那是你跟努尔哈赤之间的事情，关我什么事？是啊，可笑至极。但男人就是这样可笑的动物，到头来也分不清是非好歹。即便如此，大汗生前的遗愿，我还是要替他完成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既然大汗如此爱你，我便成全了你们。3日后，待我大业继承，你就陪着努尔哈赤一起下地狱吧。阿巴亥，阿巴亥，你凭什么这样做？阿巴亥，阿巴亥！大贝勒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你已经在这儿连跪2夜了，如此不吃不喝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明天你不还得跟众臣众阿哥们议事的吗？大福晋，大贝勒一片孝心，大汗泉下有知，一定感慨万千。只可惜，活着的时候见证不了，走后就更加无法知晓了。如果你只是来说风凉话的，那便请回吧。到底是风凉话还是金玉良言，大贝勒自行判断。此时其余3大贝勒都在拉拢势力，
只有你一人傻傻的跪在这里，你的一片孝心，又有谁人知晓呢？我的心不需任何人知道。被我说中了吧？你韩阿玛从来都是这样，不分好坏，不明是非，让他来决定这后世天下，实在是太草率了。这是韩阿玛的灵堂，不是你该来抱怨的地方。他不将这天下传给你，你一点都不心寒吗？努尔哈赤已死，眼见这天下三龙夺嫡，成王败寇，谁都有机会。不过这也意味着，谁想获胜，都是困难重重。韩阿玛在临终之前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吗？他就在你面前，何不自己去问？韩阿玛已经往生，你休得无礼。你也知道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。既然他无法开口，那就让我来替他说。大汗是留有遗诏，明日我会在八角殿上宣读。放心，你会得了这天下。只不过要用我阿巴亥的方法。要用你的方法。既然韩阿玛留有遗言，你为何还要藏着？你是有什么私心，还是又要耍什么手段？哼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是每一个金国人都明白的道理。否则我根本就不可能活到今天。你只需听我的，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完成你韩阿玛的遗愿，你也将得到这天下。阿巴亥，原来你这么多年处心积虑地接近我，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权谋。我岱山金戈铁马征战一生，怎么可能成为你的傀儡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。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今日便不与你多说了，且看明日谁得天下。大福晋到！是大福晋啊？他怎么来了？大福晋，这八角大殿不是你一个女人该来的地方吧？
今日众阿哥在八角殿上议事，没您什么事儿，请回吧。大福晋，虽然韩阿玛已经不在了，但是规矩还在。你可知道你站在什么位置？还不速速下来！都给我闭嘴！今日召见诸位贝勒阿哥、王公大臣前来八角殿，乃大汗生前遗愿。大汗已故，举国同哀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遵循他的遗诏。遗诏？没听说，没听说呀。遗诏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韩阿玛竟然有留下遗诏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哪有遗诏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未听过大汗有留下什么遗诏。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大贝勒，韩阿玛有没有留下遗诏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阿几哥，这儿哪轮得到你说话呀？大贝勒都没有说话，你三贝勒算什么东西？哈哈哈！这阿基格翅膀硬了，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刚刚我说的不对吧？话可再说一句！别说错，说了怎么了？说一句！我是三贝勒，三贝勒怎么了？算什么？啊！三贝勒因为是大贝勒的，没到没说一句的，教训！别拉我！别怪我，放开我！大汗遗诏。奉大汗遗诏。承天之眷命，征战一生，攻无不克。虽挟恨起兵，但为创下八旗大业，仍一日不敢懈怠。自宁远之战负伤染病起，不禁忧虑我大金国之未来。为防楚魏之争，今特立遗诏，命15阿哥多铎继承汗位。这遗诏确实可以。大贝勒代善辅政。额聂，我不要当大汗。多铎，放肆！你韩阿玛生前遗愿，你敢抗旨吗？这多铎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，他有什么能力继承汗位？如果他有能力继承这个汗位，那我大金国人人都能当大汗，我莽古尔泰也能当。对，就这样。遗诏确实可疑，为什么不是大贝勒继承汗位？大贝勒战功显赫，是继承汗位的最佳人选。我们如此强悍的大金国，怎么能交给一个毛头小子？我不服！对，我也不服！住口！我们都不服！不服！大汗遗言哪由得了你们来议论？你们有哪个不服的，只管去大汗陵前说。大贝勒，大汗命你辅政，你是答应不答应？难道你要眼看着大汗尸骨未寒，便由着你们兄弟罔顾汗意，抗旨不遵吗？你是大金国最孝顺的阿哥，连你也要违抗你韩阿玛的临终遗言吗？
既然他无法开口，那就让我来替他说。大汗是留有遗诏，明日我会在八角殿上宣读。放心，你会得了这天下，只不过要用我阿巴亥的方法。蛤蟆，慢着！4倍了，怎么？你也想抗旨吗？我今日来，并非要确认阿玛生前的遗诏，而是来向你大福晋讨个公道。公道？不知我做错了何事，竟惹4倍了如此恼火。不知道我的不悠然福晋怎么惹了大福晋，大福晋要如此的惩罚他。4倍了真是信口开河。我与你口中的不悠然福晋素不相识，怎会与他有任何牵扯？大福晋，难道大福晋已经把囚禁我的事情给忘了？你不是在……我没有信口开河。阿克敦拜见4倍了，不知深夜找我来有何要事？你可知不悠然福晋如今身在何处？不悠然福晋，我记得那日他和大福晋一起离开了。阿巴亥走了？正是，不知4倍了可曾问过大福晋？大福晋说，他并未见过他。大福晋何故如此呢？小哥，那个，麻烦你帮我去找一下4倍了，他日后肯定会对你重重有赏的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喂，我宁愿饿死，也绝对不会给努尔哈赤陪葬。这下知道家里的饭菜有多可口了吧？皇太极，你明明……不悠然福晋明明被你关在地牢里，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大福晋是想问这个？你说什么？你的不悠然福晋？不，他不是不悠然，他不叫不悠然，她是叶赫老女，她是不喜雅玛拉。你来得正好，大汗临终有命，要他依礼殉葬。
大福晋是不是悲伤过度，神志不清了？谁人不知我表姐不喜亚马拉，早在10年前就没于卡尔喀。这分明是我的小福晋不悠然。我表姐被誉为女真第1美人，你觉得我的小福晋有几分姿色，能跟我表姐相提并论？没错，他的确是我阿玛的小福晋，他是个蒙古人。不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福晋，他就是布喜亚马拉。大贝勒，此女是谁？你一定认得吧？没想到阿巴海不仅想要利用我，现在还想要东哥的命。你休想！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不，他不是东哥。布西亚马拉，他早在10年前就死了。不可能！他就是布喜亚马拉，大汗亲手指认的布喜亚马拉。大汗亲口下令，要他陪葬。韩阿玛会让我的福晋陪葬？大福晋，您是在说笑吧？这合乎情理吗？只怕是大福晋在推诿责任吧。没错，大汗一命殉葬指认，怎么都不可能扯上自己的儿媳，这不合乎情理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韩阿玛所指的人定是大福晋您呐。您平日最受韩阿玛恩宠，韩阿玛自然不舍得跟你分开，想让你殉葬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断没有让我额聂殉葬之礼。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如若大福晋想让我等相信你所言是真，便请出示诏书。没错，对呀，出示诏书吧。请大福晋把诏书拿出来。出示诏书。大汗是口谕传诏，并未有诏书。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这口谕传诏如何可信呢？对呀，怕是里多夺为汗，也是某些人编造出来的胡话吧？不是的，大贝勒，大贝勒，连你也不信我的话吗？二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我早已想清楚。让巴蒂的小福晋殉葬，实在太过诡异。
是大福晋悲伤过度，会错意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大福晋，别是因为您贪生怕死，想负了我韩阿玛的一片心意吧？我没有。大汗根本没有此意，我亲眼所见，大汗临终前下旨的陪葬之人，明明就是他。请你为我说句话。韩阿玛曾经说过，大福晋是他今生最爱的人无疑。韩阿玛念大福晋温存，所以请大福晋切莫怀疑。叔弟，殉葬乃荣耀之事，按祖制可不能为此伤感哭泣呀。我没哭，哪个说我哭了？看来殉葬一事已达成共识，还请大贝勒宣布定夺。韩阿玛生前遗命，大福晋殉葬，经巴和寿贝勒共同商议，定于辰时行殉葬之礼，4时入殓，与韩降国，继承韩魏之事，择日再议。
主子。这么些日子你去哪儿了？可担心死我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这不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吗？啊，大贝勒府刚刚派人传信来说，让主子您去一趟。他说有什么事吗？奴才不知。好。阿玛，你俩不在前头帮忙料理事务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阿玛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宜早定大计。儿子以为4贝勒才德冠世，身气鲜寒圣心，终阶乐服，当速继大位。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是，4贝勒继承汗位，此乃民心所向。两位孝子，是4贝勒让你们来的吗？并非4贝勒唆使，此乃我兄弟2人的想法。好，你们2个给我回去告诉他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你们退下吧。是是。阿玛一定会考虑我们的提议的。是啊。小福晋，小福晋给你我之间还需这样的称呼吗？你的脸还疼吗？早已经习惯了。我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，在这梦里，我永远都不要醒来。代善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再是东哥了。可是你在我心里，你还是你。那你呢？你还是以前那个代善吗？你放心，
你要的，便是我要的。不，大神，我不是为了皇太极的事情才愿意过来见你的。刚才在门外，你都已经听到了吧？八弟现在已经笼络了各路人心，不必为他担心，大可放心吧。那你呢？我？我就算争得这一世的权利，又能怎样呢？我的心早在10年之前，随你在卡尔喀一起亡了。每次的午夜梦回，我都会质问自己：争得这一世的虚华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何又让自己陷入漩涡当中不能自已？我迷失了自己，忘记了初衷，而现在却无法自拔。失去了你，争得那一切又能怎么样呢？对我来说，它都是一场空啊。大神，你何苦要如此？我刚刚已经说了，你要的，便是我要的。你不后悔吗？自那次宴请之后，韩阿玛将香红旗一分为2，分给了月陀和硕陀，用意不言自明。一直以来，我所权所谋，都是为了你，都是为了能够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。如果没有你，这一切还有什么用呢？幸好有一天，老天让我遇见了你，让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我才觉得我的生命又有了意义。我期待着有一天，你需要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？而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。只要你觉得幸福，我愿意为你失去一切，包括这即将到手的皇位。大神，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如果是10年之前，我会说要带你远走高飞。可是现在，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。是不可能了。
下来。陪我一起吃顿饭吧。都办妥了吗？4事如林，除大福晋与韩共国外，2位小福晋也会一同随葬。小福晋？什么小福晋？阿基根和德音泽，他们2个无所处，均组织，应当殉葬。你去找个二哥了吧？是，大贝勒找我去的。也是你自己想去的吧？你生气了？虽然我明知道你是去帮我拉拢的，可心里面还是有那么点生气。这么小气，如何做得了大汗？来，有人，谢谢你，谢谢我，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，也谢谢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。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，反倒还麻烦你去救我。不可乱语。你奋不顾身去找韩阿玛，我已经感动万分。有了你的支持，我才能放手一搏。
上！韩阿玛离世之前，并没有留下遗诏，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现在，韩阿玛丧葬的情况已经处理妥当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由谁来继承汗位。那我先说吧。我以为，谁来继承汗位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对大金社稷做出了多少贡献。我莽古尔泰，军功显赫，兼具声望，理应继承汗位。五哥确有军功，但因弑母之事，朝野上下内外颇有微词。若推举为汗，恐为天下人所说一代君王，德行有失。多尔滚！若论战功，大贝勒不会输给在座的任何一个人。我们大金乃是马背上的民族，大汗生前多年兵先士卒，永远冲在战场的最前线，所以大贝勒继承汗位，实为最好的人选。我们大金有尚武传统，这点没错。不过，若单论战功的话，这大贝勒、三贝勒和四贝勒可谓不相上下。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没有一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大金志在整个中华疆域，我们所推选出的大汗也一定得是文武双全才可。因此，我的选择是四贝勒皇太极。四贝勒德才兼备，我推四贝勒为汗。我还是觉得应推大贝勒。哼，我们的意见都有来由，且都说服不了对方。按照组织，此时应该由大贝勒发话。按照大贝勒的德行，一定会给出最好的判断。二哥，要不您说句话？那不知大贝勒的意思？其实我早已明白，我们重逢开始，仿佛一幕一幕，就像昨天一样。也许从我们偶遇的那一天起，你对我就已经开始渐行渐远，我便再也无法得到你的真心了。我不奢求什么，只求你会记得。大山，我对不起你。此次力保皇太极之事，我跟他都会铭记在心。也请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。
无论德行还是谋略，我认为四贝勒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可不行。哼，二哥，你看八弟并没有这个意思呀，您是不是点错了？请大家听我一言，无论从德行还是文韬武略，四贝勒都是最佳人选。论战略，军功赫赫，所到之处都闻风丧胆；论功绩，四贝勒所胜之仗，通常都是以一敌百，不费兵马，以智慧便可大破铁军。论文韬，满汉文皆通，饱读诗书，博古通今，无一不晓。我认为皇太极是继位的最佳人选。既然大贝勒都如此说了，四贝勒也就无需客气。我等均是为了大金着想，还请四贝勒切莫推辞。请四贝勒切莫推辞。请四贝勒切莫推辞。得，既然二哥都已经这么说了，我老五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老八，你就应了吧。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请四贝勒不必担心，一旦你继承汗位，我等均会鼎力支持。韩阿玛生前并未立我为君，如今又是舍兄而私立，我怕我既不能继承韩阿玛的遗志，也不能顺应民心。更何况，要继承汗位，必须上敬诸兄，下爱子弟，国政必勤理，赏罚必悉当，爱养百姓，举行善政。我皇太极自认良德才疏，实在是无法堪此大任啊。一上午来找你的人都排到院子里去了，代善、芒果尔泰，甚至阿米，他们都来了。你不仅不见，还在这悠闲的看书。看书有错吗？虽然以退为进是不错，可是如果做得太过了，你不怕弄巧成拙吗？你不是说代善对我之心至诚至信吗？那就让我看看他的赤诚之心到底有多真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？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我向你坦白交代，考验代善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同时也是给老五他们一个面子。这关芒果尔泰什么事啊？他不是都已经表明支持你了吗？谁都有争韩之心，尽管到最后他们迫不得已推我为汗，也不见得心里面是真心乐见我登上汗位。
与其日后给他们落下画饼，倒不如先给足了他们脸面。这样做，八旗将士也会觉得这些贝勒深明大义，有容人之量。今后统兵方能树立威信。哦，没想到你竟然想得这么长远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的情我都收下了，一点儿都不嫌多。跟你说正事儿呢。弄巧成拙的顾虑，你大可咽到肚子里。在我心里，早就衡量好了尺度。那你还要等多久啊？半个月。半个月之后，便是登上大位之时。怎么不睡啊？你这人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紧张吗？我从昨天开始，就兴奋的吃不下，也睡不着了。上阵杀敌都不怕，还会为这点场面而紧张吗？可是……好了，既然睡不着，就索性起来吧。不过呢，你扰了我的好梦，得罚你。这也要罚？就罚你替我穿上这身行头。不是吧？登基大典要穿的衣服和配饰这样的复杂，就算让3个平时伺候惯的丫头过来，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穿好。哎呀，可不可以让歌林子来帮我？不可以。现在离天亮尚早，你还有时间可以慢慢琢磨。而且，我要你陪我到八角殿参礼。我？那大福晋呢？随他，他愿意去便去。不可以！你虽然是大汗，但是科尔沁与大金国的盟约不能弃之不顾。大金国需要蒙古人支持，需要科尔沁。我不愿再委屈你。我争着汗位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从此天下再无一人能制约我。我要我爱的女人正大光明地站在我身边。皇太极，你理智一点。我就是要你陪着我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坐上八角殿那张龙椅。好，我会陪着你，我会站在你身边，亲眼看着你坐上那把龙椅。